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文国，在这边先谢谢大家在上一部影片的热烈回响，感觉讲到音乐大家都挺来劲的哦。之后我应该也会做一些关于老乐团或是游戏里面的音乐介绍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都在听什么音乐。另外我有看到蛮多观众在问哪里可以看到完整的天边公园，我在这边统一回答一下，我用的是 HBO， 上面可以看到完整的1到8季还有电影版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全部的集数都有中文配音，而且不只有天边公园啊，像同时期的阿甘妙世界、探险活宝，甚至比较老一点的爱吃龟乔达、胆小狗英雄，在 HBO 通通都看得到，几乎是包办了以前卡通频道上面的热门卡通，可以让你把小时候没看完的卡通一次补齐。那如果说要订阅这种串流服务，大家都想办法找比较划算的方案，对不对？来 ，Flixsick 这个订阅共享平台可以让你和其他用户平均分摊订阅的费用，帮你节省每个月支出之外，也省去了揪团找人的麻烦，更不用担心朋友之间每次到了要缴费时就伤感情的尴尬情况发生。除了 HBO 之外 ，Flixsick 也提供了许多热门的订阅服务给你选择，像是 Disney Plus、YouTube Premium、Spotify， 或是现代人办公读书几乎离不开的 ChatGPT 和 Gemini 这类的 AI 程式。甚至是Tinder会员都可以在 Flixsick 用更优惠的价格买到。结账时使用我的折扣码 JUNIOR 还可以再打95折。Flixsick 也有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，如果在登录上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透过官方 LINE 和客服联系。网站的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和留言区。回到正题，上次不是说到天边公园里面角色之间的互动都很有趣吗？就是一群臭男生跟兄弟之间真的会发生的对话跟日常，但你知道啦，总不能整天都跟兄弟混在一起嘛，偶尔还是得去把把妹的。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，通常在兄弟里面讲话越屌越爱吹牛的人，在女生面前通常都是最虚的那个人，无论是卡通里面或是现实中都是。接下来的内容包含大量剧透，如果还没看完整部作品，在意观看体验的人，麻烦请先撤退。我们首先排除一下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，甚至连暧昧对象都没有的人，路边的阿猫阿狗就先排除，我们以主角团为准。首先是邦邦伯，从他第一次出场，我们就看得出来，邦邦伯是一个单纯憨厚的老实人。他爱护花花草草、小猫小狗，饱读四书五经，待人彬彬有礼。到了后期的邦邦伯，甚至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宇宙的救世主。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人，在整部剧中是没有任何对象的。硬要说的话，邦邦伯唯一爱慕的东西就是小粉红。不过那也只是算是他对自己家乡的向往之情而已。再来就是南大生啊，也是一副老实人，很好欺负的样子。但实际上是俄罗斯派来米国的卧底间谍。虽然身份没有暴露之前跟其他人混得蛮不错的，但是碍于他的这个身份，南大生也不可能有任何发展感情线的机会。没有发展感情线的也就这2位而已啦，剩下的角色都有着一段甚至多段恋情，有的看起来就很素朴很可爱，那有些只是会让你看到中风。你知道还有谁跟自己的伴侣很素朴吗？我阿嬷。没错，如果讲到素朴的话，熊星跟熊穗这一对应该没人会反驳吧？同样的种族，同样的肤色，两人在剧中的感情也算是稳定。两人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事没事会突然发病，喜欢让对方猜东猜西之外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剧中没有提到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，但有不少集的剧情都是围绕这对金童玉女展开的。熊穗首次出现是在第2季的第14集，刚开工的熊星看起来怪怪的，一副快哭了的样子。鸟哥阿天上去问他的时候，他还死不承认哦。后来大家才知道熊穗跟熊星分手了。鸟哥阿天本来不想管他，但是熊星如果不振作起来，就没有办法工作，压力就会给到鸟哥和阿天这边。两人就开始想办法要帮熊星找一个新女友。谁会只买一根香蕉啊？结果熊星是个痴情男子汉哦，非熊穗不爱。邝流贵就建议直接去找熊穗，看能不能帮熊星说一点好话，帮他挽回一点好感度。两个人第一次看到熊穗直接吓一跳，哇，双马尾熊青。鸟哥说了一些啊，虽然熊星有时候很恶心什么的啊，但他很真诚的，巴拉巴拉巴拉之类感性的话。结果鸟哥在讲，熊穗根本没在听，因为他被鸟哥杀到咯。熊穗也有说到熊星都不愿意跟他敞开心扉，从来没跟他说过心事，这也是他和熊星分手的原因。所以他觉得鸟哥这样侃侃而谈超帅的。看到这种情况，阿天又出了一个馊主意，那就是让鸟哥去把熊穗。只要先让他爱上你，再甩了他，他就会觉得熊星很好啦。嘣，熊穗直接爆炸，差点杀了所有人。OK， 我知道，下次就来做个天边公园破坏力排行榜，熊穗绝对榜上有名。最后两人在熊星的坦白下复合了，安全下装。只不过公园被炸得有点惨，熊星也克服了对许多人来说的大难关，见对方家长。一向放荡不羁的熊星也会担心自己在熊穗父母面前表现得不够体面。好在鸟哥阿天的帮助下，成功给熊穗父母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两人的感情有点太稳定了，太稳定的话也不行，因为熊穗就会开始没事找事。在第4季的第13集，熊穗在大家看完电影之后，想要模仿那部大烂片的剧情，让两个人分开一个周末，这样子稳定的感情才会有成长的空间。熊穗是这么说的。小时候看这一集觉得还好，现在再看一次的话觉得好燥啊。因为熊星跟熊穗两个人其实都很想打破约定见面，但是如果见面的话，照熊穗说过的话，两个人就要分手。我是觉得这个约定就算打破了，两个人也不会真的分手啦。反正两人内心都在拉扯，到底要不要见面呢？我的小爸包一定很想我，然后其他人呢也在拉扯，但凭众人之力怎么挡得住这对金童玉女？想念的力量让两个人变成了夜空中最亮的星，互相吸引，直到撞在一起。午夜的铃声刚好在两人相撞之前敲响，所以两人确实有挑战成功，感情又加深了。
我们常说生离死别嘛，熊星跟熊树已经经历过生离了，那死别嘞？有一集熊星因为玩了自己土炮的滑水道，不然挂掉，在鸟哥和阿天的求情下，死神才网开一面说：“好吧，你们来当我的保姆，帮我照顾小孩。小坏坏的话，我就释放熊星的灵魂。但有个条件是，小坏坏必须在8点之前睡着，否则熊星的灵魂就会被永远囚禁。虽然后来熊星有成功被释放出来，但是死神也警告过熊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并且告诉熊星他会在狂克热狗比赛中挂掉。死神还真的没有说谎啊！后面熊星答应熊树要减肥，但是在减肥之前，熊星想要最后的大吃一顿，于是弄着弄着不小心参加了热狗大胃王比赛。死神也在这时候出现，但熊星会挂掉的原因根本不是饱到挂，而是大家因为不开心呛死神，让死神更小灯熊皮，然后也参加了大胃王比赛。条件是只要熊星可以赢过死神的话就不必死，要是输了，代价就是熊星的灵魂归死神管。比赛开始，熊星一开始就处于劣势，因为在比赛之前他就已经吃了一堆有的没有的垃圾食物，而死神虽然看起来瘦不拉几，只剩骨头，但战力却很惊人。熊星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，就打电话给熊星说啊我爱你啊之类的遗言。熊树二话不说直接冲到现场，用实际的爱给他加油打气，真的是至死不渝的爱啊。熊星最后有赢吗？有的，但不是因为两人伟大的爱的力量，而是因为两个人在台上拉鸡，恶心到所有人，包括死神。死神吐了，而比赛规则是谁吐了谁就失去资格，熊星因此获胜，保住一命。投资理财有一定风险，尤其是千万要小心诈骗啊！诈骗死全家。熊星身为公园的资深员工，加上他也不是个爱乱花钱的人，想当然有着一定的存款。不过熊星也不是傻傻的把钱放在银行存着而已，他是有在投资的哦。标的是时下超夯的蚂蚁工厂。正当他骄傲的跟其他人介绍时，突然接到营业员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人心虚的说：“啊，蚂蚁工厂其实是场骗局啊！熊星花大钱投资的是一间空壳公司连这位投资经理人也是个无牌的。”说完他就被警察带走了。哇，这下好啦，熊星多年的积蓄一夕之间全部没了。熊星跟熊树已经论及婚嫁了，婚礼布置可是要花一大笔钱两人别无他法，只能去上综艺节目争取免费婚礼的机会。两人一路过关斩将，爱情的力量让他们势不可挡，但最后以一根指甲之差击败米国情侣。但是这两个假米国人因为讲话自带儿化音，遭到揭穿是加拿大人，而且他们也不是真正的情侣，所以他们被取消资格了。就这样，熊星和熊树成功获得免费婚礼的机会。那熊星跟熊树最后也是秃头偕老啦，结局只是可以看到两个人总共生了6个小孩，算是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而熊星的好兄弟跨柳故意的感情戏份就比较少了，有点可惜。因为我蛮喜欢跨柳故意的，在第5季第18集时，根据跨柳故意的回忆，他4年前在一家咖啡厅认识了一个酷女孩郭采洁，两人很聊得来哦，从咖啡啊聊到音乐，话题都是彼此感兴趣的。两人的共同点也很多，几乎每说一句话，对方都会回 me too。两人约会了一整天，跨柳故意想要约采洁下一次再一起出来玩，结果采洁要出国念书了，4年之后才会回来。两个人也没有手机，不能交换联络方式，于是采洁想来一个很浪漫的方法，就是等他念完书回来后，他会寄一张明信片给跨柳故意，如果到时双方都还是单身，两人就再续前缘。转眼间4年过去了，跨柳故意收到那张明信片，但问题是上面的字都不太清楚，大家都开始帮跨柳故意想办法。还好跨柳故意的哥哥是警察，所以稍微动用了一点关系，像是拜托鉴识小组辨识上面的字迹，还有用警车开路之类的。寻找采洁的路上，那叫一个波折啊！当跨柳故意好不容易找出线索，冲往信上的约定地点时，还是晚了一步，采洁已经离开了。伤心欲绝的跨柳故意又回到了当初和采洁认识的那家咖啡店，点了和4年前一模一样的半咖啡因美式。这时候奇迹出现了，同样也等不到跨柳故意的采洁，也来到了这家咖啡店，两人就在咖啡店里牵了手，浪漫啊！结局时，跨柳故意和采洁过上了理想中的生活，两人组成 DJ 搭档，在各地的夜店演出。两人最后也生了2个小孩，这一对非常的可爱。那时候看到跨柳故意怎么找都找不到对方的时候，我也快急死了。还好最后他们有在一起。那因为篇幅的关系，影片到这边先告一段落。我预计会把这个系列拆成3集，下一集就轮到洛基和半生的爱情故事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除了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之外，也可以加入我的 DC，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消息。我是文国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